沈雨然没料到萧明彻会让自己去侯府给侯夫人贺寿。妾身牧师问沈成辉安。来人生的貌美清雅，末段般的头发高堆成云髻，妆花缎衣之下是一袭绣着瑞草仙鹤的月华裙，有几分清冷的丽光。沈雨然上辈子跟眼前的人打过几次照面，知道她是平远侯府的世子夫人穆一瑶。世子夫人不必客气，今日我受殿下之托来为侯夫人贺寿。说话间，沈雨然身后的凌凡呈上了备好的贺礼。多谢殿下恩典。2世以来，沈雨然还是头回进到平远侯府。傅家是兴旺了200年的簪缨世家，原是鄂州望族。当年萧氏祖先揭竿而起之时，傅家独具慧眼，料定萧氏能平息乱局，率领族中子弟投靠，相助萧氏夺得天下。而后顺理成章地封了世袭的侯爵。穆一瑶领着沈雨然穿过侯府的崇轩复道，以礼回廊。因着初夏暑气渐盛，沈雨然正觉得暑热，忽然觉得有香风不轻不重地吹到脖颈上，倍感清凉。侧过头，见穆一瑶莞尔望他，手中的团扇轻轻晃动着。沈雨然不禁心中一动，如此妥帖的妙人，难怪傅温书会痴恋于他。前世萧明彻被废黜的时候，傅温书并不在京城任职，而是在于京城远隔千山万水的一个偏僻地方做县令。沈雨然跟着萧明彻去陋巷居住的时候，与傅温书亦没有打过交道。萧明彻时常饮酒，酒醉之时最喜欢骂的人便是傅温书，骂傅温书重色轻友，骂傅温书难成大器。沈雨然自然不知道其中缘故，后来跟萧明彻亲密无间后，才敢问他怎么回事儿。萧明彻便咬牙切齿地将傅温书的事告诉了他。傅温书喜欢的人叫穆一瑶，穆一瑶的爹爹是平远侯手下一员大将。傅温书随平远侯外出游历时，在穆家住了几个月，也就是这几个月时间，他喜欢上了穆一瑶。彼时2个人的年纪尚小，便将这些情愫埋在了心里。傅温书素喜游历，天南海北到处远行。等到一次游历归来时，得知家中为长兄定了亲事，定下的人便是穆一瑶。没多久，穆一瑶便嫁进了平远侯府，做了世子夫人，也做了傅温书的嫂子。傅温书能够接受穆一瑶嫁给自己的哥哥，却不能接受自己娶不喜欢的女人。他的婚事一拖再拖，等到他中进士受了官，他不堪平远侯和平远夫人的逼迫，寻了个离京城千里之外的地方做县令。直到萧明彻被废后1年，他才想法子调回了京城。当然，这些故事沈雨然都是从萧明彻那里听说的。他后来见到傅温书，也见到穆一瑶，2人之间压根儿看不出来有什么情愫，除了傅温书的确一直没有成婚。眼前所见的穆一瑶，眼角眉梢尽是沉静温婉，风华万千。傅温书会喜欢他，的确一点都不奇怪。沈成辉，穆一瑶从暖厅里跟了出来。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脸色看起来很差吗？西山桃林的事，我听二弟提起过，沈成辉受了委屈。听到他口中说着二弟，仿佛就是寻常嫂子跟小叔子的关系。多谢世子夫人关怀，今儿实在是有些热，暖厅里人太多，我觉得闷罢了。暖厅后头还有个凉亭，要不我陪沈成辉去那边坐会儿？府里这么多客人，夫人不必管我。成辉是殿下心上的人，我怎能不管着成辉呢？沈雨然听完这话，差点一口气没接上来。夫人别说了，京城里谁不知道殿下中意的人是荣国公府的婉宁姑娘。从前我也觉得是，不过我们侯府有个神探，想必成辉是知道的。他说成辉是殿下心上的人，那必然是我弄错了。沈雨然倒不惊讶于傅温书说出这样的话，他只是有些奇怪。按萧明彻的说法，傅温书跟穆一瑶从前互生过情愫，穆一瑶应该是知道傅温书心思的。世子常年在外，他们俩不该是恪守礼节，保持距离，注意避嫌的吗？傅大人或许在说笑，夫人当笑话听过便是。他正想着寻个什么借口从侯府溜走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声音：“沈姐姐，原来你在这儿。”是荣安。
沈雨然大喜，循声望去，见荣安正从游廊上往这边走来。公主，你也是来给侯夫人贺寿的吗？是。荣安答得飞快，却朝沈雨然狡黠地眨了眨眼睛。沈雨然收到他这目光，顿时察觉到了几分微妙。世子夫人，穆一瑶看出他们有话要说，识趣地回了暖听。沈姐姐，我在宫里遇到皇兄，他说你来侯府贺寿，我就过来了。你来找我，咱们去街市上逛逛。荣安的眉眼中藏着欢喜，耳根子有些微微泛红。听到他巴巴地从宫里赶到侯府来寻自己，便知他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姐姐，上回你那2个族弟在京城安顿好了吗？他们已经在客栈落脚。哪家客栈？公主问这个做什么？那位公子都是千里迢迢从扬州赶过来投奔沈姐姐，沈姐姐当然得好好安置一下。难道沈姐姐打算把他们扔在客栈不管？我也不知道他们此刻情况如何，我可巧没什么事儿做，陪你去瞧瞧吧。我们穿成这样跑去客栈恐怕不太方便，我们先回公主府换了衣裳再出来。沈雨然的确不想回去，于是应下，马车直奔公主府。车驾陆路而行，很快到了春风客栈。沈雨然为求妥当，没让荣安下马车，派凌凡去客栈里找人。凌凡很快带着沈凌风过来，让他上了马车。他本以为只有沈雨然在，没想到荣安公主也在马车中。本宫微服出行，不必行礼，怎么只有你？另一位沈公子呢？沈宴嫌我买的纸笔不趁手，说要去街市上自己挑，出门好一会儿了。他去哪儿采买了？我也不知，不过客栈掌柜的说京城西大街那边全是卖文房四宝，他应该去了。公主找他有什么急事吗？我有些事要问他。凌风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沈凌风一走，荣安便命车夫立即驾车去西大街。公主，我们还是回客栈等吧，或许他都已经回去了。荣安撅着嘴，就是不动。沈雨然只好道：那我们进巷子里去找找，这么多人，万一错过了可怎么办？不，公主在这里等着，我去巷子里看看，这样万一我没找着她，她从巷子里出来肯定能遇到。沈姐姐，你身子弱，你在这里等吧，我自己进去找。沈雨然见他如此体贴，无奈笑着点了点头。荣安身边跟着的舞婢功夫高强，倒是不必担心，他正站在巷子口朝里张望着，生怕自己错过了沈宴。沈，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。沈雨然回过头，见傅文书一袭压青色锦衣正朝他走过来。程辉怎会在此？我有亲戚要采买些笔墨，公主便帮我去巷子里寻他。傅大人怎会在此？我刚从翰林院出来，见公主的车驾停在这里，便好奇过来瞧瞧。我和公主特意换了装扮，以为能掩人耳目，却瞒不过傅大人的眼睛。傅文书的目光落在他身上，凭他的姿容，无论穿成何等模样，旁人都无法忽视吧。程辉有亲人来京？是我的2个同族兄弟，他们明年要在京城参加恩科，家里便让他们提前入京。如此这条巷子的确是买文房四宝最好的地方。傅大人对此地可熟悉？莫非程辉是想让我帮忙找人？沈雨然不好意思地笑了下。令弟要采买何物？他来京的路上丢了行囊，用惯的笔没有了，昨个买的不趁手，今日便又来了。有哪家铺子是专营毛笔的吗？有倒是有，不过令弟未必知道，这附近有家商行，专营江南来的东西，也有笔墨纸砚。远吗？不远，往前走一段就是。程辉的丫鬟留在这里等候公主，我陪程辉过去瞧瞧。多谢，今日倒是巧了，我才去了侯府贺寿，出来竟在大街上遇到了傅大人。程辉去侯府了？世子夫人真是温柔，一直陪着我说话。他紧紧盯着傅温书的表情，果然在提到世子夫人这几个字的时候，傅温书平静的眼睛里泛起了点涟漪。果真是喜欢呀。嫂子一向细心，就是母亲身子不好，侯府的家事都压在她的身上，很少出门来玩，不然她跟程辉会是很好的朋友。傅文书说起穆一瑶的时候，语气温柔了许多。沈雨然有些感慨，只是这段感情是不会有结果的。也不知道为甚，他总是为傅温书有些不值。
说话间，两人便行到了傅温书所说的那家商行。便是这笔是从江南运来的，贵了3倍也太多了些啊！京城就这物价，买不起就不要买。沈燕回头见是沈玉然，顿时惊讶道：“吴姐姐，你怎么出？”我今日正好有事，便出门来看看你们。沈燕见他来了，心中愤愤一叹，转头割下银子，拿着笔朝沈玉然走来。怎么不砍价了？吴姐姐难得出门，我怎好因着这些事耽搁时间？既是寻着趁手的笔了，贵些也无妨，只要不再像上回那般丢了就是。沈燕脸一红，不好意思再说话了。这位是傅温书傅大人。傅大人怎么丢了行囊？于是沈玉然又将沈燕贪看风景、绕路遇到水贼的事说一遍。难怪。难怪什么？沈玉然望向他，傅温书笑而不语，朝前方扬了扬下巴。沈玉然望去，便是荣安公主在马车前一脸焦躁不安的模样。荣安转过头，见他们走过来，本来乌云密布的脸上泛起娇俏的红。沈姐姐，你去哪儿？我还担心你出事呢。方才遇到了傅大人，他指点我去了一家江南商行，果真找到了沈燕。吴姐姐，你是特意来寻我的？有什么着急的事吗？还能有什么着急的事？就为了找沈燕，荣安拉着他在京城里来来回回坐了一大圈马车，亲自找了10几家铺子不说，还搭上一个神探傅温书，才把他找到。那日在东宫匆忙一见，实在有许多话还没有叮嘱，想着再出来瞧瞧你们。见沈燕一直没看自己，荣安忍不住道：“你缺笔吗？我那里有好多呢，我都用不上，改日我拿来给你吧。”多谢公主恩典，我用惯了这家工坊的笔，买到了就好。荣安听到这话，顿时撅起嘴。傅文书在旁边瞧得热闹。今日难得在街市上遇到，此刻快到用膳的时间，不如由我做的，去阅兵楼用膳吧。吴姐姐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妥当了，几时能去国子监旁听啊？这个嘛，本公子打算去国子监旁听。是啊，原是想着在京城寻一家书院读书，不过想着若能去国子监旁听，自是更好。我和凌风在江南的时候，一直在族学里面，不曾得到过旁的老师指点。既已安顿妥当，沈公子明日便去国子监吧。明日？沈燕惊愕了，连带着沈雨然竟惊讶地张了嘴。怎么了？是他们明日便能去国子监。国子监祭酒是我的表舅，我从前也在国子监读书，对那边情况还算熟悉，旁听而已，小事一桩。昨日傅文书面见萧明彻时，便听萧明彻提起此事，他当即便应下了。只是萧明彻说沈家兄弟初来乍到，还没收拾妥当，过些日子再去。萧明彻借着此事大做文章，沈雨然好不容易重活一世，实在没工夫伺候他。今日街市上人似乎格外多，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？今日城中有庙会，想是京城附近许多人都进城来凑热闹。傅大人身居庙堂，对城里的事竟也如此熟知。我生性如此，好凑热闹，好打听。我也爱凑热闹，沈姐姐，咱们也去逛庙会吧。沈燕一直在跟沈雨然说话，也不搭理他，他心里憋屈得慌，想着等下吃完这顿饭又要分道扬镳。线下听到有庙会，自是不想错过。庙会上人太多，三教九流都有，我一个人恐怕看护不了公主和程慧的安危。不用你看护，我的宫女会武功，再说了也不止你一个人啊。荣安眨了眨眼睛。沈燕感受到了三个人的目光。我不会功夫，不过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就是。傅文书和沈雨然对荣安的话心领神会，但沈雨然多少有些担心，荣安毕竟是千金之躯，万一有什么损伤，他担待不起。今日出门，殿下是让我去侯府给侯夫人贺寿的，我已经离了侯府，不好耽搁太久。吃过饭，我们回东宫吧。才出来一会儿，着急回去做什么？皇兄不会怪罪的。先吃饭吧，吃过再说。店家很快上菜。傅文书知道他们几个都是头回来阅兵楼，叫店家上的都是这里的招牌菜，满满当当一大桌子。沈燕这几日只在客栈吃了几顿家常便饭，不是很合口，心中对京城的饮食存了偏见，而尝试过后立即被惊艳到了，连连夸赞。荣安公主吃惯了御厨的手艺，偶尔吃到外头的菜亦觉得新鲜。
两个人一拍即合，一边吃着一边点评，有来有回，颇为热闹。傅文书看在眼中，微微一笑，转头看向旁边，沈雨然怔怔看着桌子，吃了2口，便举着筷子没有再动。菜是不合口吗？我让厨子换些江南风味。并不是不合口味，而是这口味实在太熟悉了。他2辈子都是头回来阅兵楼，但这些菜前世的他已经吃过许多回了。尝尝这3鲜鸭子，这道菜可是连殿下都赞不绝口呢。沈雨然勉强笑了笑，抬手夹了一块鸭肉。这道菜虽叫3鲜鸭子，除了鸭子之外，还放了猪肚和咸肉，菜里一粒盐都不放，全仗着咸肉提味儿。快要炖好的时候，再添进去新挖的竹笋，一口下去鲜掉眉毛。萧明彻喜欢，他也喜欢。如何？很好吃。沈雨然说着，拿出帕子假意擦嘴，将自己的半张脸蒙住。前世他要在脂粉铺子做工，整日的不在家里。萧明彻颓废沮丧，拿着钱出去喝酒。他劝过几回，他也不听，只能由着他。好在他每日都会赶在沈雨然回家前回来，还时常给他包些热菜回来，其中便有这3鲜鸭子。他吃着好吃，问他哪里买的，他说是夜市上专门给酒鬼的便宜下酒菜，他竟也信了。沈雨然生得惹眼，平常在铺子里做工，青天白日的都会遭人调戏。他那时候逼着泼辣，遇到都会怼回去。每晚下工后，他独自沿着小巷回去，多少有些害怕。他跟萧明彻说过自己的担忧，萧明彻还笑话他，以为自己生得多美呢，谁都垂涎于他，气得他不想说话。没过几日，便有2个流氓在巷子里截住他。快要上手之时，萧明彻恰巧喝完酒回来，将那2个流氓打跑了。第2天，他去铺子里做工，听说护城河里昨夜淹死了2个人，好巧不巧，死的就是前一天晚上企图羞辱他的那2个人。他只当是报应，是天道有轮回。现在想想，哪有什么报应，不过是萧明彻扮猪吃虎罢了。至于他为什么被蒙在鼓里，沈雨然眸色恍惚，神情微凉，显而易见，他是别人眼中唯一陪在萧明彻身边的人。他过得越惨，越能遮掩住萧明彻的真实状况，叫人以为萧明彻当真成了废物罢了。比起后来的那些事，这些算得了什么呢？沈雨然强打起精神，只是心里堵得慌，眼前这些菜他是一口也吃不下了。公主今日微服出行，带的人手太少，还是不要去凑热闹为妙。傅大人说的对，庙会上太多3教9流之辈，公主实在不宜过去。你们2个胆子也太小了，要是皇兄在，他肯定答应让我去。不错。清朗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包厢里的众人齐齐回头。三哥，你来啦！他们俩不让我去逛庙会，三哥快替我主持公道。听到荣安口口声声他们2个，萧明彻心里刺得慌，又想起他从前夸赞傅温书如清风冷月一般，他们算什么？他们2个想去就去，我陪你去。真的太好了，还是我的皇，还是我的三哥最好，哪像你们2个，哼，没胆色。殿下在宫里用过膳了吗？要不要叫他们重新上菜？不必。他在坤宁宫陪着皇后用午膳，听着长乐说了阅兵楼的事，匆匆更衣出宫。三哥，那我们现在去庙会吗？现在有你，有傅大人，还有沈公子，你们3个保护我和沈姐姐足够了。侯夫人今日生辰，你早些回侯府尽孝。傅温书目光和他对视片刻，旋即会意。多谢殿下提醒。傅温书想起萧明彻方才的模样，看向长乐，指了指包厢里的方向。不高兴。长乐皮笑肉不笑。先前听到傅大人的消息，主子的心情本来不错，走到半道上突然念叨起来，他们怎么会遇到？脸色旋即阴沉了下来。这不明摆着吗？主子在吃傅大人的飞醋，傅大人还是快回府吧。傅温书颇为无奈地笑了声，转身离开了。陈玉然看着傅温书离开，到底没说话。要说走，他才是真的想走。殿下，我们现在就去庙会吗？着急什么？连称呼都不敢，去街市上闹出乱子吗？是。
三哥是萧公子，我是萧姑娘，沈姐姐嘛是萧夫人，你就管三哥叫夫君吧。夫君这个称呼太过久违，沈玉然的确这么唤过他，可他呢，连句真话都没有，真心能有多少？我的身份自然是丫鬟，服侍公子的丫鬟罢了。他们并不知道沈玉然究竟为何伤心，只是以为他因为自己嫔妃的身份不配称萧明彻为夫君而自伤自怜。萧明彻见他这般，心中微微一动，这个女人果然还是流露出脆弱的时候要可爱一些。微服游玩而已，不必拘着那些俗礼，叫夫君就是。沈玉然闻言自审视地笑了下，神情又恢复了惯常的温和。公子请吧。萧明彻感受得到，在他的温和顺从的笑意之下，是拒他于千里之外的疏离。每回他想靠近，他总是轻描淡写地把他推开。荣安和沈燕走得极快，很快就跟他们相隔10余人。公子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萧明彻对庙会没什么兴致，不过是随意寻了个由头与他一起罢了。正欲应下，附近忽然杂耍班子敲锣开耍，人群猛然攒动。沈玉然避之不及，整个人被后头的人往前挤。凌凡在他身边眼明手快地去扶，然而凌凡手快，萧明彻更快。他伸手揽着沈玉然的肩膀，将他囫囵个拥在怀中，半拽半抱的带着他躲到路边。这个变化来得骤然，沈玉然尚未反应过来，整个人便落进了萧明彻的怀中。没事吧？多谢殿下，已经没事了。又忘记我们在微服出行了？没忘。萧明彻望着怀中的温香软玉，鼻尖又嗅到了他身上那股幽微的香味儿，他不禁有些心猿意马，下意识地更贴近他一些。那你该怎么称呼？多谢公子。沈玉然明显感觉到了逼近，他虽然纤细，但身子玲珑有致。萧明彻往他身上一凑，首先便是碰到那一双丰卵。换做前世的沈玉然，跟他什么都做过了，叫他抱一下自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。然而此刻的她还是个黄花闺女，身子从未叫男人碰过。他这样故意来蹭，沈玉然顿时感觉胸口那里有些异样的感觉，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了些细密而又轻微的酥麻，身子便有些发软。他下意识地去推，眼前的男人却纹丝不动。这里人太多了，公子还是先去寻找姑娘吧，我担心姑娘那边有什么意外。无妨。他答得轻松，手却已经箍着他。沈玉然见他铁了心要在这里占自己的便宜，却拿他无法，两人越发紧密地贴在一起。公子，放开我！孩子闹脾气啊！你要的真相，姑会给你。真相？殿下还在抓真凶？殿下觉得真凶是谁？姑说了不算，人证物证说了才算。青山桃林的事，直指徐婉妮，他真的是在追查吗？沈玉然，莫非你以为我在说假话吗？臣妾不敢。公子息怒。息怒？萧明彻的眉峰动了动，他这副态度待他，他如何息怒，又凭什么息怒呢？想归想，他肯用这样甜软的声音喊他，他又受用得很。他刚松开他一些，便见他飞快地抬起手护住胸口。萧明彻见他这般羞怯，低头细细看去，时值初夏，他的衣衫更单薄了。他缩在自己怀中，那薄衫包裹身躯，纤细柔美。他突然就血脉喷张，两人紧紧贴着相拥而立，沈玉然怎么会感觉不到他的变化呢？他万万没想到，在这样人头攒动、比肩接踵的庙会上，他居然会想做那事儿。殿下，你闭嘴！他想要他，但也没猴急到在大街上就要的份上。至于他为什么有感觉，萧明彻咬牙切齿地看着怀中的女人，看着她款款的身子扭来扭去，还不是因为他？殿下，你快放开我！别动！他现在情况难堪，如果就这么走在街上，若有眼尖的立马就能看见他的异样，叫他的面子往哪儿搁呢？你别乱动，我一会儿就好了。
公子在那边。沈燕和荣安抬起头，见萧明彻抱着沈雨然站在街头的矮墙旁。三哥他们可真是……荣安的脸愈发红了，同时又有些震惊。那个在众目睽睽之下轻薄女子的人，到底是不是他的太子哥哥？这沈燕他们过来了，快松手！萧明彻深吸了几口气，终于松开了他。吴姐姐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！我和萧姑娘正在找你呢。哎，萧公子呢？他人呢？沈姐姐，你看到我三哥了吗？没有，我们走吧，不必等他了。啊，皇兄是个要面子的人，被人撞见在街上做这种事，估计也拉不下脸吧。他们走了吗？走了。萧明彻目光敏锐，当然看到了长乐的目光瞥向何处，正欲发火。主子，按雪递了消息过来，已经将人拿住了。审了吗？还没审呢，刚抓着人。主子，若是审出来幕后主谋不是徐静，这……我几时说过，幕后主谋就是徐静？长乐讪讪笑着，不敢应声，心里却直犯嘀咕。当初把徐静定为主谋的时候，主子也没说不是啊，要不然沈成辉能跟你闹这么久的别扭吗？主子，庙会的人实在太多，还是回东宫吧。萧明彻的马还在阅兵楼的后院拴着，要回东宫还得先回阅兵楼。荣安的马车也在那边，等下见到沈雨然的时候，他只怕又是气鼓鼓的呢。萧明彻的鼻尖似乎还萦绕着他的香味儿，他又回味起方才拥他在怀的感觉。这女人对他的态度又冷又硬，偏生身子又软又香。这样想着，萧明彻的呼吸又有些沉重起来。刚才若是再多蹭一会儿就好了。真不等我三哥了吗？不必等了，他是骑马来的，便是一起回到阅兵楼，也是分头行动。你是这个理儿，但是……荣安小心地瞥了一眼沈燕，心里打起了小九九。若是立即回到阅兵楼，那不是就要和沈燕分开了吗？等等吧，别叫我三哥落单。要不吴姐姐你们先回阅兵楼坐马车，我留在这里等公子，等会儿我走回客栈就是。沈雨然瞧出荣安的心意，只好作罢。等会儿回了阅兵楼，你记得让小二上几个招牌菜，给林峰带回去。沿着萧明彻尚未到来，沈雨然左右张望，见附近有家糕饼铺子，我去瞧瞧那边的果子。吴姐姐，我陪你去。林凡跟着我去就是。等待掌柜的用油纸把糕饼包起来的时候，沈雨然感受到有一股锐利的视线落在自己身上，他下意识地回过头，的确有人在望着他。跟他的目光一对上，那人迅速消失在了人群中。姑娘，你的糕点都包好了。林凡，是。沈雨然心中不安，快步朝荣安和沈燕那边走去。他看到荣安朝前头挥手，下意识地侧头望去，见萧明彻和长乐正往这边走来，眼前突然有黑影飞扑而来。沈雨然来不及反应，却是身后的林凡猛然拽住他的胳膊，将他往身后一甩。再一抬眼，林凡已然挥着随身携带的匕首，跟那黑影缠斗在了一起。荣国公府为了杀他，竟然敢在大街上行刺了，说不通，可事实摆在眼前。他强忍着身上的痛楚，爬了起来，正寻思着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忽而有一道身影飘到自己身后，将他揽住。受伤了吗？没有。刺客很多，若是等下走散，你就往阅兵楼跑。记住姑刚才的话。那些站在屋顶上的黑影便如石斧的鹰鹫一般扑向了萧明彻。他明白了，他们要杀的是萧明彻。他拼尽全力朝巷子外跑去，刚出巷子，迎面便撞上了长乐。陈辉，主子呢？在里面。话音一落，长乐身后的数道影子齐齐朝巷子里扑去。陈辉跟奴才来。长乐领着沈雨然沿着街边走出一截，便见路边停着一辆轻尾马车。荣安殿下呢？公主无事，她身边有暗卫护着，对方也不是冲着公主去的。他们是要行刺殿下吗？马车会带程辉去安全的地方，程辉不必担心。那你呢？程辉放心，奴才贱命一条，
那些人瞧不上的。他不会交代在那条巷子里了吧？沈玉然说不清自己对他是什么感觉，爱应该所剩无几，恨好像也没到要看他惨死的地步。就这么死了？应该不会吧，毕竟他的安危立即赶到了，万一他横尸街头，也是他这一世的命。他心里乱糟糟的，就这么胡思乱想了许久，马车终于停了下来。这里是陈辉，请进府吧。进府做什么？不是回东宫吗？属下只是听从主子的吩咐。陈辉，请。刚才跟着那人一路进来，每隔10步便有一个值守的人。看来这里并非别院那么简单，而是萧明彻培养的暗卫所在。他在这屋子里约莫坐了半个多时辰，忽然听到院子里传来响动，像是许多人闯了进来。他忙站起身，手指下意识地攥紧了衣袖。房门被人推开，好几个人一起进来，抬着什么人往榻边去了。是萧明彻吗？还能抬进来，那应该是没死吧。示意之间，又有几人进来，有人提着一个大药箱，还有人端着一个盛水的银盆，其余人都给他让出位置来。也就在这时，沈玉然看到了倚坐在榻上的萧明彻，他的脸上一丝血色都无，连薄唇都十分苍白。今日为微服所穿的白色如衫，却遍布血色，红得触目惊心。两人目光相接的瞬间，沈玉然有些恍惚。前世他濒死之时，他似他这般坐在榻上，忍着剧痛跟他说话。放心，我死不了。都退一下吧。暗卫们粗笨，陈辉手轻心细，请陈辉为主子擦把脸吧。公公说了什么？奴才们手脚粗笨，请陈辉为主子擦把脸。任玉然竭力压制心绪，走到榻前。萧明彻脸色虽然苍白，然而目光却亮了起来。她是江南水乡长大的女子，是斜风细雨里生长出的花朵，何曾见过这样的刀光剑影？上回在歇山遇到猎犬便六神无主，今日见姑满身是血，定然吓坏了。可她为姑流泪了，真好。吓坏了啊！殿下伤得太重了，一点小伤，不碍事。殿下吉人天相，那些刺客伤不着殿下。沈玉然没什么可害怕的。说着，费力抬手去握他的手。殿下。沈玉然避开他的手掌，将他手臂按下。俗话说，伤筋动骨100天，受了伤，千万不可乱动。萧明彻嗯了一声，他已经累极了，连说话都费劲儿。沈玉然扶着他躺下，替他拉了薄被盖好，见他闭上了眼睛，方才出门。主子如何了？殿下看起来很累，已经躺下了。长乐唉了一声，神情颇为沉重。殿下为何不回东宫，要来这里？殿下受伤的消息绝对不能传出去，东宫里人多嘴杂，若回了东宫，定然会走漏消息。殿下在大街上遇刺，这消息能瞒得住吗？殿下是储君，前朝后宫都盯着这个位置，若是叫人知道殿下受伤，有损皇家威仪。况且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，若是回了东宫，殿下身在明处，对方得知殿下重伤，或许会铤而走险，再度下手。原来如此，公公为何要让侍卫把我带到这里？我也帮不上忙。怎么会帮不上忙？陈辉，瞧瞧这里，全是些粗笨的汉子，没人能照顾殿下。不是还有你吗？伺候主子是奴才的本分，只是主子重伤，许多事情都要奴才张罗，主子身边离不得人。殿下受的都是皮外伤吗？也不尽然，身上的刀剑伤多是皮肉伤，只是中了一枚骨钉，那骨钉是淬过毒的。有毒？恭喜殿下，殿下的脉象已趋平稳，不过危险。姑体内的毒呢？尚未查明是什么毒，不过殿下既然醒过来，说明臣给殿下服用的解毒药膏有用，哪怕查不出是什么毒，只要慢慢用药拔除，最终也能解毒。那些刺客留下活口了吗？当时留了2个活口，带回去还没有开始审，就都毒发身亡了。那就是一个活口都没有。是，都怪奴才们无能，主子失血过多，身上又有残毒，
还是以主子的安康为重。陛下龙颜大怒，已经命锦衣卫彻查此事了。尽快查出郭中的是什么毒。臣遵旨。御医仔细给长乐交代了一番，等到说完，御医小心翼翼地看向萧明彻。殿下所中的毒异常凶猛，虽然已经拔出了大部分，但还有残余。你不是说了慢慢拔除吗？姑已经知道了。御医的目光在沈玉然身上瞟了一下，然后迅速收敛。为了殿下安康，臣不得不再多言一句，有话就说。支支吾吾的做什么？殿下还等着休息呢。臣以为在拔出所有余毒之前，殿下最好是禁欲。萧明彻重伤的身体在听到这句话的瞬间猛然僵直了。你这狗御医也真是的，说就说了，为何还要当着沈成辉的面说？这让主子的脸往哪儿搁？有劳太医了，外头的药正煎着，请太医帮忙瞧瞧火候吧。臣这就随成辉过去。史长乐把头埋得极底，萧明彻久久未发一语。主子别急，御医不是说了吗？拔出余毒最多1年半载。再说了，咱们手底下有那么多用毒高手，肯定能提前解毒，让殿下重振雄风。长乐松了口气，麻溜地滚了出去。发脾气了？成辉怎么这么高兴？殿下该服药的，公公要进去吗？播了，主子刚命奴才滚，这会儿进去怕是连药都不肯喝，还是劳烦成辉进去吧。沈玉然在别院里过着如水般的清静日子的时候，荣国公府却是暗潮涌动。娘，翠妈妈和玉燕还没有找到吗？别担心了，最近京城里不太平，连太子都遇刺了，他们俩可能是出府的时候遭遇到了意外了。没这么简单，他们俩前后差1天出府，几乎同时失踪，这绝不是什么意外。而且我派人去秦家打探过了。秦家？这是跟秦家有关系吗？你忘了，崔妈妈和玉燕都跟秦淮阴打过交道。那秦家的人怎么说？秦家的人说，秦淮阴去了黄庄上打理东宫的一些事务，许久没跟他们联络了。既是去了黄庄，应该不便联络。娘到底在担心什么？我担心有人不愿意把徐静的死当作事情的结束，还在继续挖西山桃林的事儿。而且什么？不止西山桃林，玉燕没插手过西山桃林的事儿，抓了他一定是为了查畅心园的事儿。可畅心园什么事都没发生啊，就算是沈雨然自己，恐怕也不知道要怎么查。畅心园的安排，秦淮阴是知道的。秦淮阴这条线可以把崔婆子和玉燕串起来。沈雨然她只是个孤女，父母早亡，家族也是个破落户，怎么可能做得了这么大的事？他做不了，有人做得了。谁？徐万宁下意识道，目光跟姚氏对接的刹那，不会的，不会是殿下。殿下他一向善待荣国公府。你说的那是从前，自从这个女人出现，一切就不一样了。没有不一样，我问过殿下的，他说他心意不变，一定会娶我的。宁宁，你要认清现实，西山桃林里那么多疯狗扑向沈玉然，是太子突然出现救了他。那是巧合？那绝不是巧合。徐静的安排天衣无缝，只要沈玉然一死，没人能查出蛛丝马迹。是太子出现，不仅护住了他，还拿到了所有的人证物证。那该怎么办？也许崔妈妈和玉燕不会招的。他们一定会招的。如果是落到了太子手中，有的是手段让他们招。娘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听说这次太子伤得很重，还中了毒。若他死了，此事就了结了。可万一他死不了呢？娘再琢磨琢磨，再想想办法。不知父皇召儿臣兄弟2个前来，究竟有何旨意？朕的旨意你们猜不出？儿臣不敢擅自揣测圣意，请父皇明言。太子遇刺的事，你们有什么想法？儿臣自然为太子殿下的健康担心。只是担心？哼！自从太子殿下遇刺，儿臣几番去东宫探病，都叫东宫的侍卫拦住，连门都不让进。儿臣无奈，只得在家为太子祈福。儿臣也派人往东宫送了人参灵芝，东宫的人没收。父皇，太子殿下究竟情况如何？锦衣卫查了这么久，到底是什么人敢这么大胆行刺太子？锦衣卫若查出来了，自然会向朕禀告。皇帝站起身，慢慢踱步走到他们2个跟前，望向梁王。梁王顿时浑身一抖，把头埋得更低。
皇帝暗自摇头，又望向靖王。靖王下巴微扬，毫不示弱。皇帝在两人跟前来回踱步，目光徐徐在两人身上扫过。他深深叹了口气，重新回到龙椅上。你们俩已至弱冠之年，该收收心，成家立业了。儿臣悉听父皇的安排，就你们俩这德行，京城哪个世家贵女愿意嫁给你们？他们不愿意嫁，儿臣还看不上呢。看不上？你王府那一堆莺莺燕燕哪儿来的？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大婚之前全部送走，否则别怪朕不客气。儿臣早就想收心，可母后偏心啊，太子不娶，也不让我们娶。你胆敢对你母后不敬？实话实说而已。太子的婚事迟迟不定，二哥跟儿臣老大不小了，母后也不让我们成婚。儿臣不过收了几房小妾，被母后斥责了多少回。二哥就惨了，20岁的人身边连个女人都没有。太子是父皇的儿子，难不成儿臣和二哥是从外头捡回来的吗？请赐萧明彻的事是你干的吗？我还以为是二哥做的呢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不是吗？若是本王出手，萧明彻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。行刺失败这种事，除了二哥还能是谁？毕竟二哥在萧明彻手底下，不是头一回吃亏了，手下败将而已。说的好像你不是手下败将似的。你若没败，储君怎么不是你？二哥骂起本王来，倒真是狠。也不想想刚刚是谁在父皇面前帮二哥说话的。谁让你说话那么难听？在萧明彻眼中，咱俩可都是他的仇人。若再不一致对付他，将来咱们都没好果子吃。本王知道，现在外头都说他伤得很重，咱们要不要？要什么？闯进东宫去杀他？那不是自寻死路？现在萧明彻地位稳固，咱们想动他实在太难了，何况他还有母后护着。要解决他，必须让他和母后翻脸。怎么翻？二哥自己没脑子吗？这做弟弟的还指望着二哥呢。你，哼！梁王勃然大怒，气得再说不出一句话，拂袖而去。靖王神情不变，继续往前走，目光却变得锐利起来。萧明彻身为太子，协理朝政，羽翼渐丰，要杀萧明彻很难。不管是他还是梁王，亦或两人联手，如今世上能够夺取萧明彻性命的人，只有他们的父皇。想到这里，靖王的眼前忽然浮现出一个鲜丽轻盈的倩影。我是真心想助王爷一臂之力，王爷若不信，那就罢了。靖王的眼底悄然添了暖意。听说遇刺的时候，萧明彻拉着他一起逃走，还因此受了重伤。若是他想要萧明彻的命，应该能得手吧。殿下有何吩咐？伺候顾更衣。殿下不穿着锦衣吗？还要更什么衣？只是太久没有站过，身子摇晃了一下。萧明彻目光幽深地看着他，似乎很满意他的反应。是姑换件常服，今晚有正事，等下要离开。现在离开？可是殿下的伤还没好啊。好看吗？殿下，你做什么？姑身受重伤，站这么久实在没劲儿了。任玉然咬牙扛着他，感受到他的手搂住自己的腰，他怒不可遏，腾出一只手往他腰上戳了一下。萧明彻捂着腰，疼得龇牙咧嘴，飞快地解了袍子，查看伤处。那里是他全身最重的一处贯穿伤，至今没有完全愈合。臣妾是为殿下着想，御医说了，殿下应该禁欲，离臣妾远一些好。因怕萧明彻借怒算账，赶紧跑了出去。长乐一直在门口听着里头的动静，见沈玉然满脸通红地跑出来。盛惠，怎么了？殿下伤口又流血了，你去瞧瞧吧。我手脚粗笨，公公还是不要叫我去伺候的好。沈玉然重新坐到了躺椅上，看着长乐和御医进进出出，约莫忙活了1炷香的时间，屋子里才消停下来。很快，他便见一袭石青色长袍的萧明彻从屋中走出来。殿下的伤势好些了吗？你干的好事，你不知道？臣妾又不是大夫，怎么会知道殿下的伤势？萧明彻看着他佯装镇定的模样，心中莫名有些愉悦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今晚还抱了他一下，不是？走吧。回东宫吗？不，去皇宫。女段青兰，凉州兵马司百户段兆雄之女，秀女段青兰
给皇后娘娘和诸位娘娘请安。一个百户之女，怎么取了个如此清雅的名字？抬起头来瞧瞧，到这里，一切都跟前世一样。接下来就是翻盘的机会了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沈雨然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这个时间他只是东宫里一名籍籍无名的侍妾，他怎会穿戴如此华丽，还站在皇后的身旁？沈雨然是认识段青兰的，虽然两人没有交情，但段青兰身为梁王妃，与同为太子妃的沈雨然打过一次照面。他为何盯着我？难道因为我的样貌惹眼？突然见到沈雨然出现在这里，段青兰当然紧张。好在他前世亦曾经历波折，慌忙中竭力镇定下来。臣女爹爹虽是武官，但臣女的外祖父是个秀才，他给臣女取了这么个名字。如此，那你自己读过书吗？前世温贵妃问过这话，段青兰老实回答了没有。这一世她当然不能再这样回答，她必须借着这个问题引起皇后的注意。臣女在家时多习女工，闲暇时会翻看诗词。这句话曾是何采薇说过的，此时她原封不动，一字未改。话音一落，段青兰果然见皇后的眸光微动。哦，最喜欢谁的诗词？臣女最喜欢温飞卿的词，譬如梦入江南烟水路，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。睡里销魂无说处，觉来惆怅销魂物。这首词沈雨然记得，何采薇最喜欢的就是这首了。惊讶之下，他望向何采薇，果然见何采薇微露讶异。果然，段青兰送的也是他最爱的词。温庭筠这首《蝶恋花》，本宫亦很喜欢。段青兰含笑站着，姿态清雅谦和，后朝旁微微颔首，女官会意，记下了段青兰的名字。翰林院侍讲学士何启弘之女何采薇。皇后对读书人家的姑娘有好感，闻言再次抬眼。翰林院学士家的女儿更是饱读诗书吧？咱们娘娘可就喜欢你们这样知书达理的小姑娘。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本宫却不这么认为。都进了宫，伴在君王身边，若是大字不识一个，纵然披金戴银，跟乡野村妇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温贵妃出身不好，入宫多年，字自然是认识了，别的全不知了。被皇后骂作乡野村妇，敢怒不敢言。娘母仪天下饱读圣贤书，臣妾身为妃嫔，自然难忘项背。如此佳人留在东宫，是再妥当不过的了。沈雨然以为这一世因为自己的重生出了意外，换成段青兰进了东宫，何采薇的命运就此改变。没想到事情转圜，何采薇竟然有进东宫的希望。上一世遣散东宫众人后，何采薇的家人将她接了回去，另行婚配，夫妻恩爱，诸事顺遂。沈雨然不想因为自己让她有什么变故。皇后没有言语，论样貌，论气度，何采薇的确是她喜欢的。不过她刚才既已经决定留下段青兰，这两个女子之间倒是要好好斟酌了。记下名字，他们这一排走下去之后，选秀继续进行着。等着所有秀女都进过玉明宫后，养心殿那边又传了旨意，说是皇帝政务繁忙，今日不来玉明宫了。前儿好些地方都闹了蝗灾，如今蝗虫是没了，可庄稼也没了。朝廷安排了钦差前去赈灾，可花了几十万两银子，百姓依旧流离失所。皇帝颇为心烦，皇后道：“把记下名字的名册送去养心殿，请陛下过目，等待圣裁吧。”沈成辉好像在找本王。王爷误会了，我只是路过这里。这么说，咱俩是第二回碰巧遇到的。哎呀，你说这是不是证明咱俩之间是有缘分的？沈雨然朝他扶了一扶，不再应他，转身准备离开。王爷到底想做什么？许久不见，小嫂嫂倒是气色更好了。王爷若无事，我先告退了。靖王这回没有再拉他，却是上前一步拦住了他的去路。不是要跟本王合作吗？这么急着走，可不是要合作的态度啊！我哪里敢跟王爷合作？靖王眼眸微眯，夏日的阳光透过树梢洒在他的身上，
衣袖和裙摆中暗藏的银线如水波般一一而动，只是那双顾盼生辉的眼睛瞪着他，着实有些煞风景。本王哪里惹到你了？王爷是真不知还是装不知？愿闻其详。那人庙会遇刺，那些刺客头一个杀的人是我，王爷竟然杀伐果断，我自然不敢攀附。庙会上的事，你以为是本王做的？本王杀你做什么？便是要算计你，也是派人把你抢到王府里好好。不是王爷就好。总之我不敢再掺和太子的事了，保住小命比较重要。上回那些话，王爷只当我从来没说过吧。覆水难收这句话你没听过吗？收不收的，王爷能怎么样呢？靖王看着他那张吹弹可破的脸庞，唇角不自觉地一弯，凑近了他的。你想本王怎么样？沈玉然瞪他一眼，往后退了一步。今日既遇上了，不妨换个消息，如何？换什么消息？你先说换什么消息，我再说换还是不换。没人能跟本王谈条件。沈玉然撇了撇嘴，不过还没转身，本王可以为你破例。你想知道街市上的刺客为何会先杀你吗？你想知道什么？外界传言萧明彻伤得很重，身上还中了剧毒，是真的吗？你这反应可不像恨他的样子。他毕竟在大街上救了我，可以，但是王爷得先说。你在得寸进尺。王爷现在反悔也不吃亏。萧明彻的身边至少有4、5个暗卫跟着，这些人训练有素，身法站位皆有讲究。萧明彻自己的武功高强，偷袭只有1次机会，可如果突破不了他的暗卫，那便毫无胜算。所以呢？靖王叹了口气，有些惆怅地蹲下身，捡了根小树枝，在地上画了个圈。这是萧明彻的暗卫。紧接着又在圈里画了一个小圈。这是萧明彻，要想杀他，得让他自己跳出这个圈才有机会，懂吗？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靖王随手将树枝扔了，站起身，把刚画的圈一脚踩了。他不是过来救你了吗？庙会上那么多人，他自己跑了，身边的暗卫跟不过来的。原来如此，沈玉然又想起了那条小巷子，那些鹰鹫般的身影。动心了？你们这些女人就是容易心软。你还想不想知道他的伤势？想，当然想。他的伤势不轻，不过也不重，养些日子就能好了。靖王的眼睛里明显涌起了一阵失落。外头都说他伤重的快要死了，是你放出去的消息吗？你在试探本王？年货两气，我告辞了。他中毒了吗？没听说呀，似乎都是外伤。上次你说的话真不算数了。王爷恕罪，以前是我想的太简单了，不知道自己夹杂在你们这些太岳之中，随时可能粉身碎骨。况且我区区成灰，帮不上王爷的忙。本王送你一个礼物，如何？无功不受禄，多谢王爷美意。他瞅准时机，见靖王若有所思，立马转身就跑。这个沈雨然很不简单，到萧明彻身边不过2个多月的时间，便把徐婉宁打得节节败退。不止如此，连带着荣国公府都要死不死，是该拉拢一下。既然彻儿来了，那就开始吧。申公公，把人都带进来吧。很快，一个精明干瘦的大太监领着5人入内。沈玉然认得此人，他是东厂的首领太监孙琦，是皇帝的亲信。跟在孙琦身后的，则是荣国公、荣国公夫人姚氏以及他们的2子1女，已经远嫁的嫡长女不在其中。沈玉然原以为萧明彻又从哪里扒拉出了阿猫阿狗替徐婉宁顶罪，不想今日的阵仗这么大。启禀娘娘，一应人犯也已经押到偏殿，奴才想着这些人犯低贱蠢笨，怕惊扰娘娘奉驾，还是由东厂的人在旁边审问，递口供上前。既然大费周章把所有人都喊过来了，便是要当面对质。奴才谨遵娘娘懿旨。先把秦凤仪请过来吧。秦淮阴，沈玉然颇为诧异，失踪了许久的秦淮阴竟是落到东厂手中了。2个高大的东厂太监提着一个灰头土脸的女人进了正殿。妾身秦淮阴，拜见皇后娘娘，拜见太子殿下。经奴才仔细查问，秦淮阴一共有2回与荣国公府的下人来往。头一回是荣国公府的丫鬟玉燕，以送回失物为由，
让秦淮阴把沈成辉引去畅心园一处偏僻的地方。第二回则是秦淮阴派了身边的邢婆子去找了荣国公府的崔婆子，将东宫车驾出发前往西山桃林的时辰告诉了崔婆子。玉然下意识地朝萧明彻望去，对方竟也在望他。他飞快收回目光，不经意间瞥到了徐婉宁。那位今日穿得素淡，跪在父母兄弟身后，双手攥紧了衣袖，眸光含泪地望着萧明彻。只可惜啊，萧明彻并未看他。秦淮阴，这些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娘娘，我已知错，求娘娘网开一面。继续说。据秦淮阴交代，他对沈成辉心生嫉妒沈成辉貌美得宠，所以当玉燕找上门来说要一起对付沈成辉时，便一拍即合。一拍即合？他们到底商议出了什么诡计来对付沈成辉啊？他们在畅心园中埋伏了2个男子，计划让秦淮阴将沈成辉引到埋伏之处，毁了沈成辉的脸，污了他的清白。不过那日沈成辉并未上当，因此计划失败，所以又有了西山桃林的计划。娘娘所言甚是，他们计划在西山桃林里引猎犬发疯，将沈成辉撕成碎片。猎场那些个猎犬已经驯养了4、5年，为何会突然发狂？他们在沈成辉的衣服上使了点小手段，吸引着发狂的猎犬去扑咬沈成辉。若非太子殿下及时赶到，救下了沈成辉，这手段也就无从发现了。记得当时瑞安也曾派人来问本宫，要不要一起去赏桃花，可惜本宫的身子不太爽利，没能成行。倒不知还有这么大的阴谋，怕也是秦淮阴在路上对沈成辉的衣服动手脚吧？那倒不是，瑞安殿下身边的宫女绿柳做的。绿柳？这可是瑞安的贴身宫女，少说也伺候了本宫想想啊，怎么着也伺候了瑞安9年了吧？这绿柳能听什么人差遣，谋害沈成辉啊？温姐姐多虑了，此事陛下已经命锦衣卫查过，绿柳是与徐静互相勾结，瑞安并不知情。我贴身宫女出了差错，惠妹妹倒是帮瑞安撇得干净。不是本宫替女儿撇清，这些锦衣卫查证过，事实如此。当初这案子锦衣卫已经结案，这不也翻案了吗？这些年来锦衣卫出错颇多，倒是东厂办了许多大案，想必孙公公这边已经有了答案。据奴才查证，是与锦衣卫的结案陈词确实略有出入。话音一落，不仅是荣国公府众人，连带着跪在远处的秦淮阴、近处的沈雨然都有些吃惊，不知孙公公查出哪里有何不同。瑞安殿下的确与此事无关，不过绿柳并非失踪，而是被人带出了皇宫，然后灭了口。也不知谁有这本事。皇后娘娘，绿柳离宫当天，有2名当值侍卫收取重金，将绿柳和惠贵妃娘娘身边的小福子放出了宫去。1个时辰后，小福子独自返回，这2名侍卫和小福子的口供都已经有了，倒是惠贵妃娘娘这边，奴才不敢擅自询问。口供呢？一名太监匆忙上前呈上数页口供。贵贵妃，你是打算自己认了，还是把这些狗奴才拖上来与你对峙？绿柳身为宫女，却勾结外人，妄图在西山桃林里陷害他人，罪该万死。本宫既然知道了此事，当然要出手处置，只是事关后宫颜面，本宫才没有大肆声张，还望皇后娘娘明鉴。沈雨然听得暗暗佩服，惠贵妃字字句句都认下了事，但字字句句却没有认罪。你认了就行，是非曲直，本宫自会请陛下圣裁。继续问吧。把秦淮阴带下去，将荣国公府丫鬟玉燕带上来。沈玉然知道这个玉燕是徐婉宁的贴身婢女，之前审秦淮阴的时候，他心中并无什么波动。见到玉燕被押进大殿的那一刻，沈玉然的一颗心在胸口狂跳起来。他忍不住朝萧明彻看去，却见他的目光飘得很远，不知在想什么，在想如何为徐婉宁辩驳开脱吗？玉燕，你当日前往东宫找秦淮阴，是受何人差遣？
孙琦的问话开门见山，直击要害。沈玉然神情紧绷，望着玉燕，却不知道一直若有所思的萧明彻在此时转头看向他。玉燕身上的衣裳挂着斑斑血迹，像是受过刑，整个人都有些佝偻，跪也跪不直。孙琦见他不语，朝旁边的太监使了个眼色，说不出话就用手指，指不出来就爬到你的幕后主使那里去。玉燕抬起眼，目光有些涣散，她茫然望向跪在那边的荣国公府众人，微微抬起手，看不出是在指谁。他身后的2个太监见状，飞快地将他架了起来，抬到荣国公府众人跟前。玉燕的手在此时抬了起来，徐婉宁惊得在此刻跳了起来。不是我，你胡说！沈玉然的目光在这一刻绷得极紧，他望向萧明彻，萧明彻果然在蹙眉。他不忍心了吧？毕竟跪在那里接受审判的是徐婉宁啊。然而就在此时，玉燕忽然动了，颤颤巍巍地指向荣国公夫人姚氏。是姚氏。沈玉然之前想过无数种可能，独没想到是姚氏。荣国公夫人堂堂一品诰命夫人，想谋害东宫嫔妃，这是为什么？说起来，国公夫人是惠贵妃的亲姐姐呢，想来惠贵妃是知道个中缘由的。尊公公正审着呢，温姐姐还是不要频频打断的好。玉燕的供词，奴才已经录下，与她说的一致。崔婆子亦是对此供认不讳，供出是姚氏安排她出府，去通知秦淮阴配合，并且崔婆子还说出了姚氏与徐静密谋的过程。所有一切，奴才都已经让他们签字画押呈上来。也不止崔婆子和玉燕，所有相关人等，东厂皆已一一查问，的确能与他们的供词对应上。而且当初锦衣卫其实给徐静录了2份供词，其中一份是当初的结案陈词，陈静自认主谋，另一份则是供认了姚氏如何找到他，如何与他商议出疯犬咬人的计划。当初锦衣卫录了2份供词，这么说皇帝早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。想想也是，在皇帝的眼中，是非曲直哪有皇室的颜面重要？可是皇帝为何又让孙琦重申此案？是因为……沈成辉，你是事主，可还有什么想问的？多谢娘娘关心，孙公公查得分明，妾身并无疑问。娘娘，臣妾倒是有个疑问。你说。荣国公府里这么多人，姚氏一个内宅妇人，居然可以这么兴风作浪吗？是不是还有其他人从旁协助呢？娘娘明鉴，臣对此事的确一无所知啊。奴才多方查问过，此事的确系姚氏一人所为，荣国公和2位公子却不知情。那婉宁姑娘呢？妾身记得当初徐静声称是婉宁姑娘向他哭诉，他才决定要杀了妾身，为婉宁姑娘出气。孙琦一直神色淡然，听到沈玉然这句话，眸中现出金光，而萧明彻亦望着他。据奴才所知，的确是因为婉宁姑娘的哭诉，姚氏才决定设计杀害沈成辉。哼，哭诉，他到底哭诉了什么？我只是……皇后的眸光瞥向孙琦，眸光中尽是怒意。孙琦朝身后的太监使了眼色，那太监会意，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，本来奄奄一息的玉燕忽然惊恐地瞪大了布满血丝的眼睛。说徐婉宁究竟向姚氏哭诉了什么？一字不漏，全部照出来。姑娘说沈玉然是个狐狸精，光会脱衣服勾引男人，把太子殿下的心都勾走了，必得杀了这个女人，不然。身旁的太监目露凶光，玉燕猛然痛呼了一声，旋即道：不然姑娘这个太子妃之位就坐不稳。太子妃之位坐不稳。沈玉然知道这是徐婉宁能说出来的话，也是徐婉宁最耿耿于怀的东西。上一世的徐婉宁什么都有了，只除了这个名头，她都非要沈玉然死不可。不可能了，她不可能做太子妃了。太子妃之位，太子的婚事自有陛下和娘娘做主，本宫倒不知什么时候成了荣国公府的囊中之物了。
荣国公伏在地上，如捣蒜般重重磕头。皇后娘娘，婉宁自幼出入宫廷，一向仰慕太子殿下，他是生出了不该生出的心思，以后一定严加管教，请皇后娘娘宽恕他这一回。徐婉宁是惠妹妹的亲戚，自幼出入宫廷。当年本宫就很奇怪，明明惠妹妹也有女儿，怎么不让徐婉宁做润安的伴读，反而做了荣安的伴读？一直神情自若的惠贵妃终于在此时略有动容。之前温贵妃那些话无非是奚落嘲讽，可是这一句话却是直指惠贵妃居心叵测，算计皇后和太子。当年宫中为2位公主挑选伴读，是皇后娘娘亲自操持，婉宁无论年纪家世都在待选之列。荣安是瑞安的姐姐，是荣安先挑了婉宁做伴读，臣妾纵有百般心机，也无法左右荣安的选择呀。温贵妃污蔑臣妾，望皇后娘娘明鉴。今日审的是西山桃林一案，这些陈年旧账不必再翻。惠贵妃恨恨看向温贵妃，她并未插手荣国公府的事，今日之事本与她无关，可恨温贵妃大做文章，祸水东引。纵然她能够辩解，皇后并不会轻易释怀。请娘娘听臣妾一言，凡事论迹不论心，论心无完人。你是婉宁一厢情愿的仰慕殿下，亦并非罪过呀。若论心问罪，这天下有几个清白之人呢？请娘娘念在婉宁年幼无知，口出狂言，宽宥她一次。殿内众人争执不下，皇后一时头疼，她看向沈雨然，你觉得惠贵妃说的有理吗？贵妃娘娘的话当然有道理，但贵妃娘娘弄错了一件事。常言道，人言可畏，说出来的话可不是无人知晓的心意，言语跟刀剑一样可以伤人。婉宁姑娘只不过对着荣国公夫人哭诉一番，便有10几只恶犬一起袭杀妾身，这几句话难道不比刀枪棍棒更可怕吗？惠贵妃自以为能言善辩，没想到即刻被沈雨然拆穿了话术中的漏洞。太子殿下是知道婉宁的，他一向无拘无束，口无遮拦，话不过心的。贵妃所言甚是，不自幼与婉宁相识，以为素知她心性，今日得知内情，颇有些始料不及。未必就是你识人不明，便是陛下和本宫也都被她这个小丫头骗了吗？婉宁跪在殿中，仰头看着萧明彻，白皙的脸颊上挂着晶莹的泪痕，楚楚可怜。皇后将她的神情都收在眼底，心中厌烦。孙琦，奴才在。将范副姚氏押进东厂牢房，待禀明圣上后再行定夺。至于荣国公府其他人，带回荣国公府，本案结案之前不许踏出公府半步，听候发落。奴才遵旨。惠贵妃随意打杀宫女，难道就不惩戒？皇后瞥了温贵妃一眼，并未理会。荣国公，臣在。荣国公战战兢兢道：女儿年纪大了，该早些定人家。要是京城里找不到合适的，就去京城外找找，远嫁未必不好。徐婉宁居然抬头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她不敢相信皇后要逼自己远嫁。